月之人自相残杀，连王宫都不要了啊！他们将王宫拱手送与伟大的卡萨将军，不知里面有没有美丽的纳鲁王妃啊？啊！弟兄们，给我冲！将军，你看，这家伙要做什么？管他呢！带末将去将他的人头砍下！撤！驾！都出！你求卡萨一死，尔等还不跪下受缚！不活罗士兵听着，放下武器者免死。这道山梁就是了。哦，老先生，你们是要去月之国？正是。路上小心点儿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走吧。大家下马休息一下，张环取地图来。是。这。哎呀，又到这个倒霉的地方了。偏你有这许多话。别理我，找你的如燕去。哎。如燕，你的麻烦来了。什么麻烦？我看这个傻公主啊，也看上了元芳。去你的！元芳才不会喜欢她呢。那可不见得。那李元芳看她的眼神，很是有些怜香惜玉啊。说好，哎，扶我下马。是。好，我来吧。哟。我哪敢劳大将军大驾呀！你还是去扶如燕姐姐吧。周豪，你来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哼，别人不领你的情，你还上赶着，真是勤快呀。如燕，你怎么也跟个小孩子学，变得这么无聊啊？人家可没觉着无聊，只是喜欢你的表现，发点小脾气，撒点小娇，给你看呢。哼！翻过这道梁就应该到。我哪敢撒娇啊！
我还来不及呢。你们都是田哥哥、蜜姐姐亲上加亲，就我一个外人。你哎，如燕，少说两句啊。袁敏呐，来，会看地图吗？啊，我来教你啊，按照图上所示，这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啊，你看这画着城楼啊、城墙啊，围起来的就是城池，哎，你找一找，月之国在哪里啊？哎，这里是的吗？嘿嘿，聪明啊！太好了，怎么样？就凭我这两下子，当个大将军也不为过吧？好了，大家上马吧！啊，尽速要赶到月之国。是，走。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你看，那些穿蓝衣服的人正在屠杀月之人。看起来月之国被人袭击了。啊，怎么办？还进城吗？我们长途跋涉来到月之，为的就是要彻查阴谋。而且月之变乱定有原因，也许我们能从中有所收获呀。有道理。可现在城中大乱，连个落脚之处都找不到，该怎么办呀？我看这样，由此往南奔王宫而去，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。大人，月之驿馆离王宫不远，我们到那里去看看。好，大人，是月之的近邻，多少年相安无事，怎么今天竟会突然偷袭月之？这是怪哉！大人，也许是两家结下什么冤仇。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赶快离开。是，上马。这些人也会惨遭毒手啊！哪里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在下多罗汉，
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呐！不必多礼。快，诸位快请。好，大家进来吧。请进，请进。来，我来。快，请。请进，请进。哎，这两位客人好面熟啊！还记得月前在此下榻的大周使团吗？哦，你二位便是正副使节大人。正是。对呀。二位大人不是随吉利可汗前赴十国了吗？怎么又回到此地了？我们是公干而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位是我大周宰相狄仁杰狄大人。啊，这位老先生就是以断案名闻海内外的狄公。哎，不敢，正是狄某。说实话，您与小人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哦，在贵使的想象中，老朽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？应该是个瘦子，而不是胖老头，对吧？师傅。是。好。正如这位小姐所说的。哦，今日得见真人，可是有些失望了啊！不敢，狄公说笑了。哎，怎么你们外国人也知道狄公？是啊，我月知有很多商人常年往返于中土和西域之间，他们经常带回中土的异闻趣事，其中狄公断案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，所以很多西域商人都说，在丝绸之路上说起哪个汉人的名字最响亮，那就属狄公了。老爹，想到你这么有名，真了不起。好，我们去房间吧。好，请。真是孤陋寡闻。不光如此，叔父与突落的吉利可汗、月之国的执政终结都是好朋友。切，就你聪明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切，知道还假装赞叹的样子，真虚伪。如燕，你说谁虚伪？公主别生气，人家这不是闹着玩呢吗？陈胡说的对，如燕是开玩笑呢。哎，是啊，好了，如燕，元敏呐，都累了一天了，都少说两句啊，赶快回去休息吧，去吧。哎，狄公，请。好。哦，贵使啊，月之国中究竟出了什么变故，竟致吐火罗人入侵，城中如此的混乱呢？是啊，20天前我们离开时，这里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修罗场了？哎，二位有所不知啊，此事缘起，皆因2日前老国王差赤深夜暴卒于后宫之中。什么？差赤死了？正是。贵使，国王陛下得的什么暴病，竟如此的厉害？具体的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当天夜里，王妃纳鲁将执政终结大人、国王的弟弟维他亲王和妹妹琼塔亲王以及一干贵族大臣召进宫中，要众人立他为王。大臣们认为此事不合定制，话不投机，双方的卫队在宫中发生了激烈冲突。大臣们的卫队保护着终结大人及韦他亲王等人逃出王宫，王妃纳鲁随即下令月之城宵禁，并派遣了大批军队包围了大臣们的府邸，将反对他们的人通通的抓了起来。哎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终结大人和韦他亲王逃出去之后，并未马上回府，而是带着自己的卫士赶到军营，召集效忠他们的军队，首先发难，包围了王宫。纳鲁王妃的军队闻讯赶来，双方再次发生激战，战斗持续了2天之后，蔓延至全城。不知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打开城门，引来了吐火罗人。吐火罗人参战之后，形势变得越发糟糕了。他们趁火打劫，烧杀抢掠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。而今，城中的形势已经彻底失去控制，要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月之国就要灭亡了。吐火罗人进城是帮助王妃纳鲁啊，还是帮助执政终结呢？城里都打乱了，分不清谁打谁，更不知道谁帮谁。哦，哎，贵使啊，终结大人的府邸在哪里啊？哦，从这里出门向左，
转过2条街就到了。哦，狄公，目前忠节大人的府邸被纳鲁军团团包围，正打得热闹呢。是这样。哦，狄公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到别的房间看看。你去忙吧。是。真想不到差赤这厮竟然就这样死了，真是便宜他。他死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差赤之死对于我们的调查来说非常的不利。他与赫鲁和沙尔汗相勾结，策划阴谋，替换大盘，害死了吉利可汗，可以说是罪魁祸首。而今沙尔汗隐遁行藏，赫鲁身在突勒，只有差赤才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，也只有从他那里，我们才能够摸到沙尔汗的行踪。然而，是安氏，而且月支目前的状况一片混乱，我们该从何下手呢？祸起萧墙啊！远方，曾太，月支内乱皆因国王差赤之死引发。我们如果想达到目的，就必须要先帮助月支拨乱反正。拨乱反正？大人，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？月支的情形您看到了，纳鲁军、忠节军，再加上吐火罗军，而我们只有这几个人，一无兵，二无权，怎么样才能止息战争呢？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王妃纳鲁和执政忠节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恩师，这2人是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冲突，要想消弭这样的矛盾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虽则如此，但是我想，目前月之国这种状况是这2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。再不联合起来，他们就很可能被吐火罗灭亡，而成为吐火罗国的臣属。你们想一想，他们会希望这样吗？那倒是。因此，双方目前是有共同利益的，当然也就有合作的前提。忠节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先去会一会他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好。这位兄弟，相谈借问呐。这里可是忠节大人的府邸。你们是外国人吧？正是，我们是忠节大人的朋友，从中土而来。我说呢，忠节大人与韦他亲王率卫队攻打王宫去了。我听说这里也遭到了围攻，怎么现在？是啊，本来王妃纳鲁的军队将这里团团包围，拼命进攻。多亏韦他亲王和琼塔亲王率领自己的卫队赶到，3家合兵，将纳鲁军逼得向王宫退却。现在，执政大人已率军包围了王宫，正准备进攻呢。多谢多谢啊！大人，去王宫吗？我带路，走。这位兄弟，相谈借问呐。这里可是忠节大人的府邸。你们是外国人吧？正是，我们是忠节大人的朋友，从中土而来。我说呢，
终结大人与韦他亲王率卫队攻打王宫去了。我听说这里也遭到了围攻，怎么现在？是啊，本来王妃纳鲁的军队将这里团团包围，拼命进攻。多亏韦他亲王和琼塔亲王率领自己的卫队赶到，三家合兵，将纳鲁军逼得向王宫退却。现在，执政大人已率军包围了王宫，正准备进攻呢。哦，多谢多谢啊！大人，去王宫吗？我带路，走。怪吐火罗人四处烧杀抢掠，却没有人管。月支的军队都集中在这儿自相残杀了。哎，前方可是终结大人的卫队啊！正是，你们什么人？啊，在下狄仁杰，中土人士，是终结大人的朋友，有要事求见，烦劳统领啊！你们在这里等着。好。双方打成这个样子，恐怕是难以调停。是，万一双方不肯停战，我们的处境可就尴尬了。依你们看，目前交战的态势，谁占上风？双方焦灼，难分上下。对于交战双方来说，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是最为头疼的。任何一方都不敢单方面的停止战斗。继续打下去又无法控制局面，因此只能硬着头皮打，都希望对方先行崩溃，自己便可摆脱困境。然对方也同样是这样想的，于是战斗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。这对于双方来说，无异于一枚难以下咽的毒品。当然了，这种时候也是调停的最好时机。立功！立功！执政大人，立功啊！自辞却以来5年有余，你我终于又见面了。是啊。啊！哦，韦大将军，曾大人，是你们呐！正是执政大人，中杰兄，可无恙否？小弟一强，只是国中变乱，竟在这等情形下与共会面。真是尴尬之极呀！哦，我们下去说吧。好，请，好，请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我听说2位到图勒河亲遇到了麻烦，吉利可汗身亡，国路部首领赫鲁继承了汗位。正是。赫鲁凶残好战，他做了可汗。西域诸国可就要不得安生了。中杰兄啊，我此次到月支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哦，可此事与月支何干呢？执政大人还记得，我们初到月支的那天夜里，在宫中发生的坠灯之事？哦，当然记得。第2天，国王陛下就将安装宫灯的2名工匠处死，以示惩罚。那都是在演戏。其实。这一切都是贵国王差斥伙同赫鲁和沙尔汗共同策划的阴谋。什么？阴谋？是啊，这是他们早就策划好的。先由赫鲁派兵截杀使团，将我等逼得转向北行，便来到了月支国。沙尔汗早在几个月前便隐藏在这里，铸造了一支
与进献给吉利可汗的寿礼相同的海兽细波黄金大盘，内装毒箭。只待使团到来，便在差赤的协助下将金盘换掉。于是，才出现了宫中坠灯那一幕。在黑暗中，差赤命人换掉大盘，这才有了发生在十国的那一幕惨剧。这些李将军是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差赤和沙尔汗亲口告诉我。什么？亲口告诉你的？是啊，执政大人可能有所不知。事发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贵国。差赤与沙尔汗将我等诱到王宫后园的废宫殿密室中，企图困死我们。这些话都是他们得意之下亲口说的。狄公就是为此而来。正是。哎呀，狄公还不知道，敝国国王差赤恐怕已经不能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了。他于2日前暴卒于宫中。此事我已经听说了，可沙尔汗还活着，而且可以断定，他仍在月之国中。此人阴险狡诈，城府极深，可以说是整个阴谋的核心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够彻底破解此案。可眼下国中大乱，真是不巧之极呀！朱杰兄啊，你与王妃纳鲁势成水火，刀兵相见，不知下面想怎样收场？而今已是势成骑虎，焦灼难分。再这样斗下去，势必是两败俱伤，吐火罗人坐收渔翁之利。朱杰兄，是谁引来了吐火罗人？哎呀，是我。啊？你？正是。哎呀，钟杰兄，你糊涂啊！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啊！是啊，当时纳鲁发动举国之兵，我恐单凭卫队之力无法抵御，便请来了吐火罗人。谁知道这些畜生进城之后，非但没有帮助我们，反倒趁火打劫。如今吐火罗人在城中烧杀抢掠，你总要想个办法吧？现在月之国的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这里，我是无能为力呀。朱杰兄，你想过没有？一旦你与王妃纳鲁拼个你死我活，吐火罗人必坐收渔利。到那时，月之沦为吐火罗臣属之国，而你就是月之的大罪人。狄公啊，我何尝不知此事严重？可骑虎难下，一旦我单方停止战斗，势必被纳鲁所灭。如果钟杰兄信得过我，我愿意做你的使者，与纳鲁商谈停战之事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狄公啊，你真是上天降下的救命神灵！我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前去谈和，你就来了啊！用我们中土的话说，这就叫缘分。对，缘分，缘分！王妃殿下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打了？中捷军主动撤出战斗，他们派遣使者求见殿下。使者？正是，使者是3名汉人，有2个好像见过，是前些日子曾到国中的大周和亲使团的正副使。李元芳和曾泰？正是。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叫狄仁杰，是个胖胖的老头子。狄仁杰？是他？殿下，这3人在王宫门前等候，要让他们进来吗？请他们进来。是。
在下中土人士狄仁杰，这2位，王妃殿下应该不陌生。李大将军，曾大人，我们刚刚见过不久，久闻狄公盛名，不知今日光降，所谓何来呀？乃为月支内乱，吐火罗入侵，望殿下看在月支黎民百姓的份上，止息战火，一致对外。狄公是替钟杰来做说客的。说不上替谁，目前双方势成骑虎，欲罢不能。狄某只是顺水推舟，促成停战耳。哦，谁说我要停战？我方得道多助，占尽优势，很快就会将钟杰逆党扫平。王妃殿下，被对方合围在王宫之内，在我中土战法之中，通常被称为陷入死地。再做无谓的战斗，那就是困兽犹斗了。如果殿下真是占尽优势，就不会请狄某进门了。我说的对吗？目前吐火罗骑兵在城中肆虐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难道王妃殿下真的忍心眼看着自己的臣民惨遭蹂躏而无动于衷吗？真的希望看到月支沦为吐火罗的臣属之国而袖手旁观？我也是骑虎难下，欲罢不能啊！而今大敌当前，双方应克己误国，捐弃前嫌，一致对外。所有的矛盾在乱平之后，再行会商解决。狄公应该知道，事关王位西城，事情不可谓不大。那鲁想请问一句，乱平之后，此事该当如何解决？如果王妃殿下有意解决此事，我们便邀钟杰大人以及韦他、琼塔2亲王进宫，当面商量出一个办法来。好吧。元发，你去请3位进宫。是。王妃殿下，国王是何疾而终？缘何如此突然呢？国王身染可怕的暴病，宫中卫士都是亲眼看到的，不到半个时辰便力竭吐血而亡。既然是这样，王妃殿下为什么不将此情对众大臣实言相告呢？哼，他们不肯相信我，还以为是我害死了国王。哦，有这等事？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表情话语之间将此意显露无遗。国王的遗体还在吗？现在后宫陈放。听钟杰说，王妃殿下执意不允他们瞻仰国王的遗体，不知是为了什么。国王的死状很惨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。哦，是这样。可殿下为什么不明说呢？哼，他们不相信我，我也不能让他们随愿，看谁拧得过谁。殿下这是在赌气呀！狄公见笑了，我是个女人，没那么多脑子。我只知道，谁尊重我，我就尊重谁。这话说的也不能算错。我们中土人有句话，懂得尊重别人，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。钟杰和韦他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事情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大陆蛇蝎之性，心狠手辣，我
我兄长差事很可能就是被他害死的。中杰老兄，你说，狄公不会遭他的毒手吧？哼，狄公为上国首相，那鲁再狠也不敢对他妄下毒手。再加上大将军李元芳武功高强，他即使想下手，也没那么容易。要依着我，就打进宫去，将那贱人杀死，永绝后患。女人家懂什么？纳鲁王妃有意弹劾，请三位进内面议。我早就说过，狄公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请吧。请。狄公不远千里来到敝国，是有什么公干吗？乃为吉利可汗之死而来。吉利可汗，那狄公应该到托勒才是，怎么来到月支呀？当然有原因，然此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的。如果殿下感到兴味，待乱平之后，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好。终结大人驾到！王妃殿下，终结大人，二位亲王，为月支的存亡，双方都愿意暂弃前嫌，共同对外，安抚国家，对吗？既然如此，双方便应立即停止战斗，各自调派军队，将城市从吐火罗人的手中夺回来。狄公所言极是，但有一点需要讲清。国家秩序恢复后，先国王的死因以及入统继位之事，该当如何办理？请王妃殿下示下。我受国王临终重托，入统为王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。哼，可谁能证明呢？此事仅凭王妃一面之词，恐怕难以取信于人。唯他身为先王之弟，理应在兄长无嗣的情况下接掌王国，这是定制，无人可以违背。请诸位听我一言。而今国事紧急，当以此为重。至于国王死因及入统继位之事，待乱平之后，由双方共同信任的王公贵族主持会商，和平解决此事。不知诸位意为如何呀？狄公为上邦首相，盛名远播，资深位重，又与我国事无干，最为公平。我提议由他主持会商。我同意。同意。就请狄公莫辞辛劳。狄某义不容辞。那就请各位整肃军马，及时出击，解民倒悬，光复国都。行军打仗需要统一指挥，难道要我将自己的军队交与终结大人？这我可有些不太放心。彼此。王妃殿下，我看还是这样，我们双方将所有军队的指挥权都赋予狄公，由他统一指挥，怎么样？这有些不太合适吧？狄公莫要谦虚，我看合适的很。就这样吧。司堪将军，在。
殿下。我宣布，纳鲁麾下军队的指挥权暂交与狄仁杰大人，以抵御外侮。是，遵令。礼部。大人，我宣布，终结北他、琼塔麾下所有军队，暂交与狄公统一指挥。遵令。狄公，你是众望所归，莫再推辞。那狄某就当仁不让了。元方曾泰在，你二人立刻率司堪和礼部二位将军前往宫门，将双方军队重新整编，齐步归营，准备应战。得令。二位将军，请报。是。执政大人，君子不浪战，战则必胜。请你取出月之城的地图，我们详细的筹划一番。月之人自相残杀，连王宫都不要了啊！他们将王宫拱手送与伟大的卡萨将军，不知里面有没有美丽的纳鲁王妃啊？啊！弟兄们，给我出！将军，你看，这家伙要做什么？管他呢！带末将去将他的人头砍下！都出！士兵退战，放下武器者免死。放下武器！
大将军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弩是鄙人，与吉利可汗一样，贪生怕死，只知道向汉人卑躬屈膝。哼！而今东门已经停战，大周军的主力全部压往西门和北门，咱们鹰师和豹师发动的攻击连连受挫，再加上天气寒冷，士气十分低落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下去下去。是。可汗陛下，攻打东门的虎师为何停止进攻？哎呀，可汗陛下不是不知道，虎师是由弩氏鄙人组成的，本就与我夺路部势成水火。这一次，殿下又将虎师的主将换成了我，弩氏鄙人心中不服，根本不听号令。刚刚副将来报，他们与东门的大周守军暗中达成协定，私自停战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是啊，从战役开始，虎师便显得心不在焉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锐利。不但是打打停停，还经常消极待战，架起云梯却不进攻。唉，七哥啊，你立刻传令，将与大周军私自媾和的虎师将领处以极刑。传授六军已经效尤。可汗陛下，您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阿史那舍布真和弥舍兄弟？当年这二人为突利可汗所逼，率3万骑军临阵投降唐军，这才致使唐军突入葱岭，全歼了突利可汗的大军。而今的态势与当年相反，一旦虎师被迫哗变，投降了大周，那咱们可就大事不妙了。那就将虎师调离东门，派鹰师和豹师顶上。哎呀，可汗陛下，鹰师和豹师进攻西门、北门，遭遇了大周军最顽强的抵抗，损失惨重，恐无力分兵啊！你这……哎，可汗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加强西北2门的攻击，尽快撕开缺口，拿下敦煌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几日前斥候来报，敦煌的西北有大军调动的迹象。然而待斥候前往查看，发现那里又平静下来。会不会是大周方面的援军到了？既是援军来到，敦煌城中的守军怎么可能按兵不动？这倒是，怪就怪在这里。陛下，以您看来，王小杰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不可能！如果真的是大周援军赶到，南山定会给我传信。这倒也是。一旦大周援军到来，势必与王孝杰合兵夹击我于城下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处境就大大的不妙了。因此，七哥一定要加紧进攻，在援军到来前拿下敦煌。是。狄仁杰、李元芳、曾泰有责理会，接旨。臣狄仁杰、李元芳、曾泰有责理会，后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古来圣帝治世，赖有贤臣，君臣协和，国事治也。
卿等志虑忠纯，坚贞不屈，虽遭冤陷，然奋勇体国，未啖怨谤，实忠臣良将也。今特旨复狄怀英内史职，兼洛州牧加葱山道行军大总管、流沙道行军大总管，并2道处置大使，统领安西、北平、昆凌、蒙池4都护府，辖地内一切军政大权皆由其节度。遇不决之事，不必请奏，可行变议之权。万岁，万万岁！免李元芳和亲大使之职，复检校牵牛卫大将军之职，加葱山道行军副大总管；免曾泰和亲副使之职，复洛州刺史之职，加处置副使；免有则理会护卫使之职，复兵部校军郎之职，在狄公麾下戴罪立功。钦此。谢陛下天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发兵十国。太子殿下，哦，有事吗？帐外有一个叫李元芳的人求见，快请他进来呀！是。哎呀，李将军，太子殿下，你还好吗？贺鲁继位，战火重燃，我父亲和狄公花费10数年，苦心经营的2国和平，彻底破灭。贺鲁临行前，给了我一个副留守使之职，与留守使格鲁率3000兵马镇守十国。哦，李将军，你怎么样？别来可无恙否？离开十国后，我回到敦煌，与狄公一道深入月之国进行调查。而今真相终于大白。啊！你们查出了害死我父亲的真凶？是啊，我之所以暗入十国前来见你，就是为你带来了狄公的书信。看过书信后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真的是贺鲁？贺鲁伙同本朝内奸，将作大奸沙尔汗及南平郡王武攸德，与月之国王差事一道，策划阴谋，杀害吉利可汗，破坏2国和平。而今已是证据确凿。这个奸贼真是罪该万死！太子殿下，而今奸谋已破，内贼成擒，正是替可汗陛下报仇、消弭2国战祸的绝好时机。不知殿下有没有胆量，朕必以护率领部下擒拿贺鲁。元芳将军，你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马哈纳，你要见我？正是。马哈纳，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坐在大可汗的王位之上？哼，他不是本就应该属于我吗？是你们这些奸贤小人助纣为虐，协助奸贼贺鲁窃取汗位。哼，看起来你还是不死心呐。大汗之位历来是有能者居之，你与你父亲吉利可汗一样，感情用事，难成大器。好了，我劝你赶快从大汗之位下来，否则让贺鲁知道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你张嘴贺鲁，
闭嘴，赫鲁！真不愧了这张走狗的嘴脸。巴汗呐，看在我们同宗同族的份上，我对你已经很客气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同宗同族，聂不山是我弩师毕部的叛徒败类。你，赫鲁与大周内奸及月之国王一同谋害我父亲吉利可汗，而今你是证据确凿。你说什么？哼，你还是看看这个吧。这汉人的话怎能相信？哼，那相信谁？相信你们这般无耻之徒？你，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迷途知返，悔过自新，交出调动守城军的令箭，协助我等擒拿赫鲁；第二，死路一条。巴汗呐，你一个黄口庶子，竟然如此狂妄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哼，不错，号令3000守城军的大令在此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交出令箭，我便是死路一条。哈哈，现在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的死期到了。来人，在！把巴汗呐，给我拿下！你们没有听到吗？啊！给我拿下！是。元芳将军，合兵夹击我于城下，叫虎师全军给我顶住！顶住啊！大周军主力2倍于我，虎师全军已被击溃，殿下撤吧，再晚就要被合围了。英雄们，保护可汗陛下撤退！主力尽丧，真想不到，大周的援军竟然早已到达。王孝杰是引兵观望，援军是蓄势待发。真奇怪，南山为什么没给我们传信呢？陛下，好在十国还有几千亲军，有了这点家底儿，就不难东山再起啊。哎，陛下，这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。哦。不对，十国为西域各国通衢之所，热闹繁华，怎么今日如此安静啊？哦，是啊，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有埋伏，快撤！
拼了！没用了，这是老天要绝我呀！